好，今天是2021年10月14号，第二章第二次上课好，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拉曼光谱学拉曼光谱学。好，嗯、拉曼光谱学是光子低能量的 X 光低能量 X 光，大家抄一下低能量的 X 光低能量 X 光低能量的 X 光它跟那个生子产生的非弹性散射，我们之前有讲在直接能系跟间接能系半导体有讲那个光子跟生子的作用嘛其实生子大家不要想的太抽象了就是生子就是那个比如说细晶体的那个震荡，它的震荡这个弹性波后来科学家发现它是量子化，比如说它的频率假设是1，那下一个就是2，然后下一个就是第三个单位，就是第四个单位所以它不是连续性的，是量子化。那这个跟光子的量子化的那个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类比成然后术语就也叫子什么什么 photon，然后这叫 phonon 就是把这个声音的量子化就类比成什么光光波的声波量子化类比成光波量子化，所以只要量子化就是什么子嘛，我们叫声子所以只要记得声子就是这个原子粒子，这个原子粒子的弹性波的量子化频率的量子化就是叫声子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我们打一个低能量的 X 光低能量的 X 光那这个低能量的 X 光它后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看实验把低能量的 X 光打进来，打到你的样品吸收跟穿透我们就不管，我们看一下非弹性散射的非弹性散射的 X 光我们只关注这个非弹性散射，因为非弹性散射代表有跟那个晶体里面的这个原子有作用有作用就有非弹性散射嘛比如你棒球去丢墙壁，对不对？砰一声，对不对？代表它是有非弹性散射嘛好，那我们就讨论这个非弹性散射的 X 光那这个非弹性散射的这个镭射光 ，sorry 讲错，镭射光低能量 X 光那之前讲的 X ray 是高能量 X 光它是跟那个晶体里面原子是弹性散射的弹性散射，它速度非常快，咻咻直接就散射。可是这个能量很低，所以它会跟什么？这个低能量的镭射光能量很低，就会跟什么？这个晶体里面的原子它的振动会交互作用，再讲一次X ray 绕射是极强的 X 光，非常快，啪啪直接弹过去，叫弹性散射。记住SRD 是弹性散射，SRD 是弹性散射，SRD 是弹性散射。拉曼光谱是低能量 X 光的非弹性散射，拉曼光谱是低能量 X 镭射光的非弹性散射。所谓非弹性散射代表这个低能量 X 光跟这个原子里面的跟这个材料里面的粒子这原子是有交互作用的，所以这个低能量的镭射光跟系统的生子产生交互作用，导致散射后的光子的能量增加或减少。SRD 是不会减少的SRD 是弹性散射，
，S ray 的反射是不会减少能量，但是这个低能量的 S 光哦是会增加或减少。那你说为什么要？就是故意的，刻意要这样让他做啦，这样才能得到额外的资讯嘛，对不对？那 S ray 都已经发明了，那再发明这个，当然要跟它不一样啊。所以你就要找一个低能量 X 光嘛，低能量镭射光。哎呀，这好容易讲错，低能量的镭射光哈。根据这个能量改变哈，可以导致非弹性的镭射光的波长的增加代表什么？波长增加代表能量是减少的哦，就是说就是说我这个镭射光打进去，我会让那个，比如说细原子振动，然后镭射光再散射出去。那这个能量守恒嘛，对不对？我让它产生让它振动，对不对？那我的波长就会减少，能量就减少。那也有可能哦，那在量子领域这个量子世界里面很奇怪哦，你这个原子本来就会有热振动嘛，那你刚好打进去这个打进去，刚好你跟它振动的那个是同方向的话，这个波长反而会减少哦，就会吸收升值，就代表这个碰撞的时候这个里面的原子是把能量再送一点给这个低能量的 S 光哦。那这样就可以知道生质的模式这样子这个感觉，这个你吸收光子撞击，镭射光撞击到这个原子，能量会减少，你很能够接受，对不对？但是镭射光撞击到原子，居然能量也会增加，这就也没有违反能量守恒哦，是这个粒子的这个振动能量刚好符合这个跟它刚好也是一个同频率的状况，刚好把能量又传送给它。这很像什么？有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在荡秋千，对不对？你荡过来的时候，刚好后面的人推你一把，你能量就减少，对不对？可你荡过来，你又荡回去，后面人推你一把，你反而跳更高。原理很像荡秋千你是要把人家挡下来，还是把人家推更高？一模一样的道理一模一样的道理一模一样的道理在荡秋千的人，那个就是镭射光，对不对？你去推它你就是那个升值，你可以让原本的那个镭射光的能量变多或变少都可以都可以，这很贴切的比喻那历史现象我就不讲了那拉曼光谱学主要在材料分析跟化学领域广泛的运用特别是一些振动光谱还有那个分子鉴别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比如说寡镜现在很热门，石墨烯跟三维的 graphite 石墨，它的拉曼光谱就显著差异嘛那我们看一下实验这实验的话 ，Open Book 如果考你要会画就是快速画一下了快速画一下那这个画一下比较有感觉啦虽然我们不是真正在设计仪器但是你自己画一下以后做实验你印象会比较深刻，因为我们这个微电工程是实作的科学实作的科学，实作的工程，一定要实做一定要实做一定要实做，没有纸上谈兵的就是一定要实做比如说你去买一个 iPhone，就是去那个 APP 下载一支 iPhone，然后你就在电脑上面看，然后3万块，那不开玩笑嘛，对不对？当然要拿在手上那个啪哩啪哩一下，对不对？我们那个八点是实作科学，一定要实做，你要动手去做，把手弄脏甚至有时候泼到酸泼到碱都不意外，这样，要小心就是了。一定要实做，一定要学生比较累了好像台积电也蛮累的，不管了反正实做了就是要实做了这里我们也谢谢欧美人了因为他们比较不喜欢这个比较不喜欢那个实做嘛那就交给我们了，钱都给我们赚了，我们就谢谢他们了好。
好，这非弹性散射光接收以后哈，那可能会增加，可能会减少。这数学我不教了啦，这是固态物理领域的啦，这半导体物理也不会教了啊。那数学不知道就算了啦，反正你知道有这个物理机制就对了啦。波长会增加或减少，哦，这代表它跟那里面的那个晶体有交互作用，跟这个生质有交互作用，好不好？啊，就是光子跟生质交互作用，就是拉曼光谱学啊，最早发明的是拉曼这个科学家啊。好，公式只要记这个框框的公式就好了啊，其他不要记了啊。这是在近代物理的程度而已啦，啊，这近代物理的程度啦。我们知道光子能量 E 等于 Pc 啦，哈，E 等于 Pc，然后 P 等于 h8k 哈，然后你用波长来表示就是 h 除以浪大啊，h 除以浪大。那个 delta 哈，delta T 就是 delta E 除以 h8c 就等于 delta k 哈，delta k 啊，那的2派哦，浪大 prime 减浪大。那右边这个能量差哈，就是叫拉曼 shift 啊，后面那个小括号这个就是拉曼 shift 啊，拉曼 shift 啊，拉曼 shift。所以拉曼 shift 这个括号这个值代表这个就是它的前后的能量差了啊，前后的这个散射光的能量差，有的会多，有的会少哦。DRE 不见得都是减少的哦，有的时候也会增加哦，有的也会增加哦。那通常拉曼光谱哈，这个也是有标准的资料库的啦啊。比如说，大家注意这些光谱学最重要，其实它 Y 轴都是强度哦，你回去再复习一下，SRD、NSPS 啊，Y 轴都是强度哦，强度都是相对大小有意义的哈，相对大小有意义。那 S 轴有的 S ray 就是看 2C 的嘛，就是你那个晶体旋转的角度，那 SPS 就是看间接的 EV， 对不对？那这个 X 轴就是看什么？拉曼 shift 啊，拉曼 shift 波长的导数差这样子哈。那我们看一下哈，如果哈你用 X 光去打这个石墨烯哈，石墨烯你可以想成是什么？一层很薄薄片的这个弹簧，很薄薄片一层而已哈，一层的薄片啊的弹簧。哦，那你镭射光去打它振动模式哈，啊，它有固定的振动模式。那这个石墨哈，假设是结晶的石墨，你可以想它是很厚的一张弹簧床，很厚一张弹簧床，它彼此上下又有连接起来，就是我们一般睡的不是独立筒，就一般睡的连接式的弹簧床啊，连接式的弹簧床。那你这个镭射光去打这个一层的弹簧床跟很厚很厚那个30公分厚的这个弹簧床哈，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嘛。就是你比如说你人坐下去，比如你躺下去，一定是硬邦邦嘛，对不对啊？硬邦邦，对不对啊？你就躺下去，这个你人躺下去一定是软绵绵嘛，对不对啊？也就是说，硬邦邦跟软绵绵的差异在哪里？就是里面这个原子啊，这个碳的这个振动模式，跟那个弹性系数都不一样，对不对啊？不一样，所以它在打在拉曼光谱上面镭射光打进去它跟这些这个里面这个碳原子它的振动模式它展现出来的散射光谱就完全不一样这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如果你确定，如果你现在已经有标准的石墨烯的这个拉曼光谱啦，你今天比如说你要用新的一个 CBD 的方法，或者是说你失胶带的方法或 CBD 的方法，那主流当然是要做 CBD 的方法，或者是象征基础石墨烯啦。大陆现在做的很疯狂啦，不过这应用还不知道怎么用了好，但不用怕啦，这不会取代半导体啦。
石墨烯是导体啦，它没有能系，没有能系不能做半导体啦。啊、没有能系没有办法开关啦，它只能就是它是导体，石墨烯是导体。那有时候有时候在特别状态是绝缘体，但是温度也要很低啦。很低的话，你去维持它很低温的绝缘体也没有意义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啊很低温的超导体也没有意义啊？为什么说现在超导体应用很少很少很少？哦，就是说你要维持那个低温才有那个超导现象，你浪费能源跟你节省能源差太多了，差太多了，跟核融合一样。哦，核融合你要产生那个核聚变，你要那个你要消耗的能量比你产生核融合能量还要多得多。哦，多得多哦，一模一样的道理。石墨烯不晓得有什么潜在应用了啊，不晓得了啊，看以后看有没有聪明的科学家或在座的那个你们聪明的，你们看有没有想出什么杀手级的应用了啊？目前都没有了，好像都是一些都是一些好像诈骗什么石墨烯什么保温什么的衣服啊，石墨烯的什么充电器啊，哦，都是在画胡乱的哦，这大家搞的都大陆的东西都是不真真假假，我看是假的比较多哦。好，不晓得是墨西还没有现在没有杀手级应用了，但是在科学上有它的那个一定的那个一定的科学的价值这样子啊、哦。好，所以说这个镭射光啊、低能量 X 光达到不同的这个原分子结构的话哈、哦，它的跟它生质作用哦，大家都不一样。所以这又是一个指纹谱了，对不对？又是个指纹谱了，对不对？啊，这是个指纹谱了啊。好，这个石墨烯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哈、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好，再来，其实这个拉曼应用还非常广泛呢哈。像我们在半导体的话哈，啊，比如说，哎，我们可以做这个组成材料的分析。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常用的二维材料 MOS2，哦，二硫化物的二硫化物的这些二维半导体啊、哦，我们也可以做它的成分分析啊、哦，成分分析。你可以去打那个拉曼光谱哈、哦，可以做它成分分析。在我们蛮常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 silicon 如果有受应力的话，那有受应力跟没受应力，有受应力是不是它晶格间距拉的比较开，所以它振动模式跟没有受应力的振动模式一定不一样的嘛？就像你拉一个弹簧，把它拉张开，然后你在那边微微震荡，跟它在平衡状态你在微微震荡，那你施的力或它振动模式一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用拉曼光、镭射光去打它的话，哦，你也会看到它这个拉曼光谱哈，会那个会比较往外扩展一点啊，扩展一点啊，就 change of in the frequency of 拉曼 peak 啊。好，哦，就是拉曼这个位置哦，会那个左移或右移，左移或右移，哦，左移或右移。好，然后再来就是说，也可以看呢晶体的对称度跟那个排列方向嘛。啊，因为晶体的对称度跟排列方向，反正你就是想啊，晶体跟它振动有关的，对不对？你不同位置的振动当然不一样啊，对不对？啊，不同位置的振动会不一样啊，还有它的对称性，不一样的对称性，那它振动方式当然不一样啊。所以你可以确认这个 CVD 成长的一些结晶的薄膜，它的对称性啊，如果对称性很好的话，哦，它的是一个峰值就比较高啊。如果是假设是一个平行的对称性的话，它峰值比较高。它是一个那个垂直的 perpendicular 对称性的话，它的峰值就比较低了啊。好，还有这个晶体的话，有没有大家结晶程度好不好呢？
大家有没有排的整整齐齐的？排的整整齐齐，它的拉曼峰值就会很漂亮，哦，会像第二大方旋。那如果是个多金的呢？多金的话，它可能就是某些地方那样正，某些地方这样正，某些地方这样正，所以它 peak 啊，它会散开啦，啊，会散开。我可以看结晶性，也可以看结晶性，当然也可以看，再来看，如果假设某一个材料变少了，也就是说某一个材料它的那个它的生质量啊，就是它的贡献的弹性，原子振动的量变少的话，你也可以看这个 peak 啊，比如说厚度减薄啦，厚度减薄啦，那厚度减薄你也可以看出拉曼光谱的差异啊，所以这也是很好用的一个应用了啊，拉曼光谱啊，它也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指纹的这个仪器啊，这个指纹辨识材料分析的指纹辨识器啊。那几乎这个都是诺贝尔奖了。现在讲到这边，1、2、3、6、7全部都诺贝尔奖。因为你只要材料分析可以辨别这些原子、这些物理的这些行为，然后做一些材料定性定量的分析哈。这个在早期都非常非常热门哦，都是诺贝尔奖啊，这个都是诺贝尔奖。好，那我们简短的介绍到这哈。那我当然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那个材料系老师这么专业了哈。那我也没有办法教这么深入啦。但是我们这是微电工程，我们着重是在元件的制作整合啊，以及实战能力、实战能力啊，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工具。那原理可能背后原理还很深啊，背后原理还很深。但是我们就不细究。如果你对你对这些材料分析原理很渴望的了解它更深入的现象的话我们就像陈建群老师有开另外一门课你可以去修习它，那可以去选修。那我这边大概就花2周的时间把真正我们在微电工程上需要的现今的材料分析就介绍给大家，介绍给大家，也不过分深入，但是就是着重于什么实用性实用性我们要会用我们要用，不见得都会操作，这些仪器都很贵都是千万等级至少差不多是100万，至少几百到几千等级的那有些可以操作，有些不可以学人操作，会把它弄坏掉了。那也不是说很难呐，就是说天下哪有这个以多量商业化的东西，哪有很难的东西，哪有很难学不会，一定学得会啊。但是你开放给100个人同时去学就出错率就很大，所以说这些过仪通常就是都用委托的啦，不是说不给你学，就是怕很多人学会弄坏啦，这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地方了但是我们假如你做八尔工程的话，至少你要会懂原理，然后你去送柜仪，你要会跟那些柜仪操作工程师或研究人员，你可以跟他讨论，然后你可以去解析你自己的实验数据你要有信心去解析你自己的数据，所以介绍这些实验。这些材料分析的这些仪器背后的原理，还有它怎么实用今天教给大家那至少让你知道有这些东西可以去用这样子好，接下来2.4这个2.4这个电子显微镜电子显微镜好，电子显微镜有所谓的扫描式的电子显微镜 SEM， 还有是穿透式的电子显微镜，还有是原子力的显微镜 AFN 其实 AFN 坦白讲不算电镜不过也没得不好分类干脆就把它放在这边没关系好，SEM
就是扫描式电子显微镜，那是只能看材料表面啊，只能看材料表面。那早期在 micron 等级的 technology 的时候，哈，SEM 其实就慢慢就有在用了啊，因为有时候光学看不到，要靠 SEM 这样子啊，SEM，然后主要是做这个表面的这个形貌的分析的哈。那你说材料呢？其实不行啦哈，SEM 没有办法看材料，它只能看表面的轮廓。当然是你已知材料，然后有那个明暗对比，当然可以知道这个材料，像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我猜这个是一个焊点啦，一个焊锡啦，或或金或白金啦啊，因为它下面是寡fin嘛啊，所以它那个它接触要很好，我猜这个是金啦，啊，但是这是寡fin，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你的黑色这一片也是寡fin的，那你要知道你这个是你的金属接点啊，对不对？哦，那你才能说这个是你这个材料分析啊。那你不能说你这个都不知道拍出来这个不能做材料分析，这个不行啊，这个要去打什么 SPS 才可以啦。哦，你真的不晓得什么材料，要去打 SPS 啊，哦，要打 SPS 啊，哦，要去打 SPS，或者是说这个寡fin那个黑黑去打拉曼这样子啊。SPS 是比较好用的啊，SPS 是比较好用，它资料库也比较大。好，再来是 TEM 啊，TEM 就穿透式显微镜哦，穿透式显微镜就可以看到那个内部的啊，我们可以这样讲的啊，我们用生病来讲好了啦啊，假设你现在新冠肺炎嘛哈，对不对啊？你那个你如果你只照 X 光的话，哎，大概可以看一个大概。如果你是真的肺很严重，你可能要去做切片啊，哦，肝啊、内脏这些切片啊，那这是真的可以看到这个你的里面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个损伤的情况这样子，啊，所以 SEM 是看表面，那个 TEM 很像看切片，因为 TEM 你就是要把某一个视片的一个很薄的一个地方，把它切成薄片取出来，这样子啊，切成薄片取出来啊，这很像那个你要看树木有多老，你要去钻一个年轮这样子，啊，你要去钻一个小小的年轮这样子，不能伤害它这样子，所以是看切片这样。那各有优缺点啊，当然 TEM 能力比较强啊，哦，TEM 能力比较强啊。那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哈，不好意思，我跟大家讲，我有过敏性鼻炎，我吃 Airway 哦，要不然我会一直咳嗽。大家知道，我前几次上课一直咳嗽这样。好，这个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啦，哦，这个大家以前有时候，这个有修过电池或电机学院的或物理系可能比较熟，可是搞不好也是有学也搞不清楚。以前那个上课不知道哪一个章节哪一段话说是，电磁学啦，都是电学害的啦。电磁学说，光就是电磁波啦，不能讲光是电磁波，应该讲光是电磁波的一种而已啦，不能说光就是电磁波，这句话害死人了。所以大家都以为啊，光就是电磁波，那电磁波到底是什么？我跟你讲，电磁波包含非常非常宽广的频谱啦。那可见光可见光只是电磁光谱的一种而已啦。因为大家讲光都以为就会很直觉想到是可见光啊，对不对？事实上电磁波是一个很宽广的频谱。我们先要建立起观念，我们讲我们光就是电磁波的一小支而已。我们永远要记得有这个电磁波的这个电磁波的频谱。
哦，这个要记起来，电磁波的频谱哦。那这个频谱哈，这个威力十足哦。这个每个频谱每个频谱哦，都有它应用的地方。我们从小讲到大好了。比如说一个 PM 啊，一个 PM 是10^-12米嘛哈，10^-12米。那这个大概什么？这伽马瑞哦，这核辐射会产生伽马瑞哦。那你知道E等于 h mu 嘛，对不对？哦，hc of 浪打，那波长越小，就是频率越大，它的那个杀伤力很强哦。所以是伽马瑞会穿过身体哦，穿过人体把你的 DNA 杀死哦，所以你会得癌，会核辐射以后核污染会核污染的地方不能去的地方，就是它含有这个放射性物质，它会放射出伽马瑞伽马瑞很可怕。所以说有辐射的地方产生那个辐射污染的地方就不能去，因为它会发射伽马瑞，会把你 DNA 链打断，DNA 链打断，复制就失败，就会产生癌细胞所以对，这个很可怕但是事实上还是有存在了还是有存在了还是有存在伽马瑞。好，再来就是到的波长再长一点到 N 双的等级了10^-10米，那就是 X 光，X 光跟我们晶体的间隔常数这个尺度咯间隔常数这个尺度了间隔常数这个尺度了我们刚刚讲你短一点就 high ray 就比较严，high 就是指伤害严重的意思啦，soft 这个伤害比较少的啦。那像我们那个 medical 的，就是医学的就是 soft 的 X-ray 啦，然后 high X-ray 会把你杀死了。所以我们在做 SRD 是 high X-ray， 是 high X-ray 是 high X-ray， 所以 SRD 操作也蛮危险，所以不能让所有人学，要经过专业的辐射人员经过辐射训练的人去操作这样子所以 SRD 几乎是不能学的，不能学的。那 TESEN 有的可以学SPS 也可以学，但是 SRD 几乎很少人可以操作，很少学生可以操作，因为危险危险好，那 X-ray 穿透力很强那可以拿来机场检验我们再来看，接下来到 Nano 等级的 Nano 等级大概是分子Nano 等级。然后我们半导体半导体现在是 Nano 等级了然后再来 Micron 等级，大概就是细菌病毒这么大这样子。所以细菌病毒其实用 SEM 就看得到了不用到 TEM 像 Nano 等级就要用 TEM Nano 等级就要用 TEM 好，那可见光谱在这啦，可见光谱在这啦，所以它波长大概也就是0点几 micron 这样子就小小的小小的，所以光是电磁波的一小支而已但是可见光当然是因为我们人类可见，因为应用比较广泛比如照明通讯这个用途是光纤这个应用都比较广泛电视显示器等等的好，再来人类又看不到的话，在这边人类看不到了要 Tera 赫兹在红外线的热真相仪嘛再来波长再更长的公分的大概就是大概就是到行动通讯、微波通讯，现在5G 就是微波嘛5G 的微波通讯5G 的5G 的还有微波炉是在这边那波长更长呢？波长大家记得一个观念波长越短，穿透力越短但是越强那就其实也有点符合能量守恒的能量越长的，它能量越强的，它穿透一定是越短的穿透越强，可是我说不能传递很远比如说你在马街一个人现在在照 X 光，大家全部在清大喊，全部被照到了，就不可能对不对因为它能量强呢，它穿透很强，但是它传播不远，
intensity 跟那个传播的远近是没有是大概是反比的啦反比的啦那你看我们台北放出来的广播，我们什么台北之音爱乐电台、ICRT 什么，我们在那边也收得到因为为什么他们的 AM 这个波长是10的3次方米1公里一个波长是1公里所以你听到广播，你不会受伤吧？你不会头晕、恶心、头痛、想吐吧？不会因为强度很低大家记得一个观念能量低的可以传播很远可以传播很远。能量强的就是传播不远传播不远传播不远要记住这个概念这电子学的特性电磁波的特性。所以要记住这个电磁波的频谱这个频谱都蛮重要。在我们半导体的话，你看我包含有什么 S ray 包含 S ray， 还有 TEM、SEM， 还有光学显微镜还有那个曝光机 EUV 还有一些光学检测系统，我也没教了光学检测的这些系统，还有薄膜这些椭圆仪也都是利用这个电磁波这些频谱这些的应用。比如说这个电磁波的频谱这随便一个波段频谱都是一个兆元产业，对不对？这个核工产业是不是兆？当然好几兆开什么玩笑？我们不用，其他国家用日本现在也要重启核建大陆更是疯狂在用，南韩也在用法国也在用那 S ray 拜托 S ray 用途多广对不对？生医机场检查然后我们半导体产业什么都在用，对不对？那可见光更不要讲了，对不对？那到处都用，都是每个兆元产业。红外光也不要讲了，到处也都在用红外光检测，大家现在是去医院都要去照这个有没有发烧对不对？那通讯更不要讲，开什么玩笑现在是开什么玩笑？是通讯产业多大对不对？然后几乎每个人都一只手机，一只手机都1万到3万，对不对？平均算15000好了。全世界现在一年有大概30亿手机30亿手机我们算1万就好了。Oh my god， 30兆光通讯光手机一年就30兆那台湾厂商就光赚这个手机这个就是培养出这个台积电跟联发科2家世界级的公司就手机这个市场Oh my god， 对不对？还有电视，当然电视大陆它也很强然后再来这个在军事用途的这些雷达这些系统不要开玩笑了这个也是很大，还有超音波，对不对？超声波，对不对？好，这每一个频谱都是一个兆元产业每一个频谱都是兆元产业都是在跟人类这个文明息息相关的，好不好？所以这边跟大家，我知道为什么讲这一页讲这么久，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光是电磁波的一支而已。一部分，然后又讲一部分，光是电磁波的一部分而已。电磁波的频谱才是最大的频谱。那电磁波都是以光速在前进的，都是以光速在前进的。现在就是要纠正大家的这样的观念。我以前念书，老师也讲的不清不楚的，因为有时候教书的老师自己没有做实验的话，其实他都搞不清楚现实的实验这个实作这个重要性跟它应用性在哪里？做理论的老师不是很清楚那我是做实验，就是很清楚这怎么用，这样怎么频谱怎么用，怎么频谱怎么用，那每一个都是兆元产业，所以不要再把光等于电磁波这个观念一直建立在脑海里面。光是电磁波的一部分，电磁波的频谱是比较大，但是电磁波是以光速前进的，好不好把这边跟大家厘清一下厘清一下，还有能量跟那个传递长度的关系，能量越强，传递越短传递越短好不好？千万要记住大家千万要记住。好，那我们为什么用
电子来当做一个 probe 探针或侦测器啊，主要是解析度啊，解析度。那我们人眼可以看到大概就是10⁻³了哈，10⁻³那光学的话大概是10⁻6。那 SEM 的话可以看到 angstrom 哦，现在可以看到 angstrom 哦，可以看到 angstrom 啊angstrom，所以 TEM 越来越重要哈，TEM 那个几乎这个做半导体研究都要用 TEM 的哈。好，所以早期做 micron 都是主要半导体厂都是用光学显微镜就好了。像现在 PCB 嘛，电路板都还是用这个啊，也偶尔会用主机板都用这个，主机板、电路板、主机板都是用这个去检测，因为你主机板拆开，你肉眼就看得到了嘛。当然，也许比较手机的板子可能要用 SEM 去看。那你如果半导体电路的话，都要用 SEM 啊。那你如果要看更细微的这些配合材料分析的话，一定要用 TEM 啊，尤其现在是奈米时代啊，这是 TEM、SEM 啊，这是用到，这是天天都要用这样子啊，因为它是变成我们的眼睛了，去看这些半导体元件这样子啊。好，呃，这边那个有点重复哈，就不讲了哈。这个图这个太那个了哈，这公式也不用硬背了啊，公式不用硬背了啊。公式没有这个图被这个取代了哈。我发现这个图后来这可能我这1、2年新加，这个图比较清楚，这个图比较清楚，那我们就跳过了哈。那这边一个参数大家看一看就好了哈，大家看一看啊，大家看一看。所以说你加那个电子显微镜的加速能量越大的话，你就波长就越短，越短的话，你的解析度就越高，哦，解析度越高。它因为它速度很快，所以要做一些相对论的波长修正。那这也很简单的，就带相对论那个修正的伽马那个公式就好了。好，那这个不用背了啊，只要知道什么加速电压越高，波长就是会越短就好了啊。相对论修正也不用管了啦啊，这个厂商这个制作 SEM 的厂商就帮我们修正好了啊。好，那 SEM 的原理哈，SEM 的原理啊，SEM 原理比较简单哦，它就是比较低能量电子啊，低能量电子哈，撞击出二次电子哈，请能量大概是50 eV， 50个 eV 哈，所以大概只能四片下面5到50奈米的二次电子被撞击出来哈，被撞击出来，所以扫描式电子显微镜有时候 S 又叫 secondary secondary 二次的有时候 SEM 又叫二次电子显微镜，普遍叫扫描式电子显微镜啊。那如果要比较具体的形容它的那个物理意义的话，其实要叫二次电子显微镜比较好 ，secondary electron microscopy 因为它是第一次电子打下去，把那个表面的电子打出来，表面电子打出来那个叫二次电子所以它只能打表面它只能打表面，它不能打到很深因为你入射电子能量并没有很大，这是电子把电子打出来电子跟电子的作用，电子把电子打出来被这二次电子成像收到可以得到四片的表面的凹凸的形象，表面的凹凸形象而已也不能做什么材料分析那个材料是你一定要先知道的啦一定要先知道。像我们现在显微影，对不对？我们讲微影制程现在已经线宽都到那个奈米等级了，对不对那你就要用 SEM 去看SEM 去看比如说你的线宽只有10奈米，SEM 还是看得到SEM 4奈米
几纳米还是看得到，现在 SEM 也做得很好了，也是可以做得很好了也是可以做得很好了这样子所以那个我们说曝完光是不是要显影？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图案是不是对不对，对不对？你 OPC 校准的对不对？那个是不是图案是不是就是你 layout 上面的图案？那你就用 SEM 去看，就用 SEM， 不能用 TEM 哦。TEM 那个能量太强，会把光阻会把光阻烤焦哦。你要用 SEM 去看，SEM 去看。通常 SEM 最多在看就是曝完光的检查，用 SEM 去看。早期用光学就可以，可是现在要用 SEM， 现在要用 SEM 现在用 SEM。好，那我们看一下各种光学显微镜这个就不讲了扫描式扫描式都要真空先记一下，主要看那个显影的那个光阻图案，显影的光阻图案还有蚀刻的图案，还有蚀刻的图案那穿透式的话，通常会看配合材料分析配合材料分析。还有这个极薄膜的厚度因为扫描是只能看表面，你不能看纵深的厚度，纵深的厚度我有看体验才可以，你要切片，你要切薄片，然后再看，你才能看纵深的分布，还有材料分析好，再来扫描是探针显微镜，这也可以到 N 双 order，FN A 就是 是 atomic force 的是 atomic force， 但是它 A 是可以看到 N 双，可以看到 N 双，这也可以看到 N 双可以看到 N 双这个看到 narrow， 大家可以勉强可以看到几 narrow 也可以像 SEM 也很厉害当然你那个 TEM 这个还是最强的TEM 还是最强。那扫描式电子显微镜大概有3大部分组成那这个仪器的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啦仪器细节我们就不讲了，这太复杂了那我们会用就好，通常 SEM 都可以自己操作 ，SEM 不会很复杂。TEM 的话，少部分的学生可能一个实验室可能只有一个，也许是可以操作的那除非当然是专门研究 TEM 的实验室，他们有自己的 TEM， 当然大家都可以会。那如果没有 TEM 的实验室做半导体的话，通常是没有机会啦没有机会去操作，当然没有关系，但是你要会分析你要会分析。那这是 SEM 这个大概只能看表面的轮廓啦，只能看表面轮廓。你说这个纵深有多深？那这是什么材料是没有办法的，只能看表面的轮廓，只能看表面轮廓，好不好？那这个就是 TEM这个 TEM 就是要你看这个，你看这个 TEM 都是一根棒棒很长，因为它加速电压很大，它那个距离要够长距离要够长，它加速电压才能足够让它加速才让电子能够足够加速到足够的能量，所以 TEM 的那个都是这个它的仪器都是长长的，那你4片都放在这边4片都放在这边好，那 TEM 的话，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讲那现在就大概看一下TEM 具有极高的穿透率跟解析度啦它可以截取很多的电子成像我们下一节课再讲。它还可以做电子的围绕色图啦来辨别微曲结构的那个结晶的现象，晶体结构的研究也可以做搭配 X-ray 的能谱做 EDEX 分析。所以 TEM 到后期早期就是只是看那个穿透式的影像，后来可以结合这个 X-ray 做这个 EDEX 的分析那就非常强烈了，非常厉害了。不
不只看那个什么纵深啊、剖面的这些，还有高解析度的这些晶体的结构，甚至晶格结构，它还可以做材料分析哦。所以现在 TEM 这个是半导体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分析仪器哈。那我们这一节课先上到这边啊，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讲深入的讲 TEM 的原理跟应用这样子。